慢点啊！小心！大把手，小心！慢点啊！记住！沙大人，这里是白银10箱100万两，黄金1箱10万两，是否运至善金局财库？大人在行验看。不必了，在此交接即可。大人，这可有违定例呀！运进财库一进一出便要几个时辰，而今时间紧迫，交接之后便要马上开工。那，也罢，既然沙大人如此说，便这样吧。放下银箱。是。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打开。打开。大人，验看完毕。签库单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沙大人，这能行吗？万一库出金银从来不会有错，这点我绝对相信。是，请大人签押。好了，辛苦你了。大人，银箱就放在这里。哎呀，放心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回衙。是。抬进范中府了。这回的金银比较多，让后班的衙役多来一些。打开大门，上！
烧成一片白地。北山，哎，队长，快点！快！太子殿下，此地不能久留，我们要马上离开。难道这里也不安全吗？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此案是由发生在南市的一桩凶杀案引起。由洛州刺史府经办的，而洛州刺史曾泰就是狄仁杰的学生。由此推断，狄仁杰很有可能介入了此事。真的惊动了狄仁杰？鉴于这种情况，为慎重起见，请殿下莫辞辛劳，立刻随我离开此地。好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啊？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到了殿下自会知道。马车已在后门等候，为不引人注意，我先出去。你们收拾妥当后，到后门上车。辛苦你了。对了，吴乐志，你去告诉北山，那辆善金局的马车还藏在后院，请他处理一下。是。下的这张脸，我一定认识。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貌时，我会大吃一惊的。哼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剔骨案的凶手，你是谁？抓你的人。喂！
前行。是，快点，上，快，快上！就是他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元芳啊，你看看这把刀。大人，这是16位禁军统一配发的青钢腰刀啊！也就是说，此刀应该属于那些守卫善金局的南衙禁军。正是。哦，陆大人在。平素之时，守卫善金局的禁军应该在何处执勤？在善金局大门之外。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应该是范祝坊门前吧？正是。这就是了。你们看一看，善金局大门与范祝坊相距有1箭之遥。陆大人刚刚说过，禁军是在善金局大门外值守。既然如此，他们的腰刀怎么会出现在范祝坊门前呢？你说呢，陆大人？确实有些奇怪，卑职想不出来啊。恩师，会不会是守门禁军前来救火，被烧死在范祝坊门前？哎，有道理。救火不需要腰刀，如果禁军们是因救火被烧死在门前，难道腰刀不应该在刀鞘里吗？那您说这是为什么？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善金局起火之前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斗。战斗？在善金局？不错。大人，您是说这里发生过战斗？元芳，看看你手里的钢刀，刀锋之处有很多的小口子，很明显是2刀刀刃相撞留下的痕迹。不错。可国老，善金局在皇城之侧，怎么可能发生战斗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一切还是让事实说话吧。恩师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是血块。不错，是血块，被大火烧成了焦黑色。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血迹呢？
说的对，这绝不是一场意外的火灾，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这废墟之中还有一般奇怪之处，不知道你们发觉了没？昨夜由府库送到善金局的100万两白银和10万两黄金在哪里？对，100多万两金银，就是被大火融化成水，也会流得遍地都是。可你们看看火场中，却没有丝毫的踪迹。说得对极了，这些金银到哪里去了呢？难道会不翼而飞吗？恩师，您的意思是，有人突袭善金局，劫走制器用的金银，而后放火将这里烧成一片白地？什么？这并不是我的意思，是现场告诉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善金局守卫森严，仅次于府库，怎么可能有人攻进来呢？你说错了，歹人并不是从外面攻入，而是早就隐伏于此。什么？早就隐伏在善金局内？正是。啊，郭老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就连将座大监沙尔汗进入局内，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。就不要说那些歹徒们了，他们是不可能进到这里的。陆大人，就在几天前，有4名假车夫便化妆潜进了善金局，盗走了清运渣土的马车。郭老，这是真的。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潜入的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陆大人，在主观臆断会欺骗你，积习会欺骗你，甚至你的眼睛也会欺骗你。因此，不要相信任何你看到、听到的东西。正太，你立刻将此物交于仵作，让他们查一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。是。好，陆大人，在。命仵作严格检查废墟中的尸骨，尤其是要仔细检查骨饰之上有没有硬伤的痕迹。是。大人，这里有什么可疑的吗？岳芳啊，你看看这几张桌椅，位在墙边，由于墙面挡住了火炉，因此并未完全燃烧。然而，它们却都变成了碎片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倒像是打斗中被撞散的。说得好，大人，真的是被撞散的。否则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？恩师，程太，恩师，怎么样？仵作检验的结果，墙上的糊状物是人的血肉。啊，血肉，与我所见完全一致。郭老，刚刚验尸官对我演讲，所有检验完毕的尸骨上都有明显的斗皮痕迹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这里的人都是被杀死，并且剃成白骨之后才纵火焚烧的。事情与您所说的丝毫不差呀。一具具白骨，飞溅的血肉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，突袭善金局的凶手是什么人了吧？赫鲁的卫队，那支神秘的骑兵。不错，能将人踢成白骨，
定是这些残忍之辈。但是，昨夜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。您说北山和那些神秘的骑兵定会在神都有所动作，想不到今天就应验了。然而我们却没有想到，他们的目的竟然是要突袭善金局，劫夺制器用金银。是啊，郭老，什么神秘骑兵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哦，陆大人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你立刻赶回内侍省，处理善后事宜，尤其是治丧幽府诸项，颇为繁杂，一定要事无巨细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办。岳父们，我想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昨夜，沙尔汗及善金局内所有僚属全部集中在范主坊内。待押运金银的卫队撤离之后，早已埋伏在坊内的神秘骑兵突然现身，残忍地杀害了手无寸铁的众官属。这一点从地上烧焦的白骨以及飞溅在墙上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。不错。守卫大门的禁军听到局内的厮杀声，打开大门冲到范主坊前，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进到坊内，就被埋伏在周围的神秘骑兵全部杀害。这一点从落在范主坊外的腰刀以及坊外的尸骨可以得到证实。杀死局内所有人之后，他们用火药点燃了范主坊，烧毁善金局。可是大人，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看现场的状况，埋伏在善金局内的突勒骑兵最少有40-50人，如此众多的杀手是怎么能够潜入善金局的？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。那4名假车夫是如何潜入的？北山又是如何能够来无影去无踪？车夫和北山毕竟只有几个人而已，说他们能够想办法潜入还有可能，然袭击善金局的杀手却多达数十名。卑职真的想不出，这些人是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够进入善金局，而且还要在局内埋伏起来？没有家贼，引不来外鬼啊！有内奸？你们说呢？如果没有内奸引领，这些突勒骑兵走在大街上，恐怕都会迷路，就更不要说潜入善金局了。有道理。但是学生以为这个内奸一定就是北山。与我所想一致。这个北山究竟是谁呢？他为什么总围绕在善金局周围？问得好，也许此人就是内侍省或者善金局的某位大员。好，元芳啊，你继续说吧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第二个，昨天夜间，不过是府库送来制器用的金银，又不是什么大型典礼，为什么善金局所有僚属要齐集范住房内呢？问得好。刚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是因为盂兰盆节将至，局内马上就要开工，因此沙尔汗才会命令全员等候？只需召集工匠即可，又为何要将车夫、杂役等人也集中起来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有道理，这一点确实奇怪。还有，沙尔汗为何不循定例，将金银运往财库，而要在范住坊的大门前进行交接呢？曾太，是命洛州刺史府的衙役捕派，清理火场时要仔细搜查，一块砖、一块瓦也不要放过。是，学生立刻动手。
勒志在哪儿？让我再问第2遍。他没和我们在一起。远方，大人，小姐，他们便是乌勒志麾下的那支神秘骑兵。远方，你怎么知道？刚刚这2贼使用的刀法与乌勒志完全相同，只是速度稍差而已。他奶奶的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主子赫鲁已经被捕，现正关押在天牢之中。如果你们说实话，待事情结束后，便放你们回突勒；否则，便是死路一条。说，疯子，老子宰了你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突袭镇远隘口，残杀守隘军士，将他们踢成白骨。那些军士便是他的麾下。你们不说实话没有关系，我就将你们交到他的手里。你们想一想，自己会是什么下场？我他娘抽了你们的筋，扒了你们的皮！我们说，贱骨头！你们是乌勒志的手下？是我们是赫鲁太子的卫队，御风者。乌勒志将军是我们的首领。御风者，正是。御风者，大帅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御风者是一支神秘的骑兵，曾是沙漠中最彪悍的强盗，专门劫掠往来行商和各国使团。据传闻，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，从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实面目。遇到他们的人都变成了沙漠中的白骨。几年前，御风者在沙漠中齐结突勒商队，吉利可汗派鹰师追剿。自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御风者的名字。没想到，竟被赫鲁收为麾下。你们怎么会在铁勒的家里？铁勒，我们不知道谁是铁勒啊。赫鲁住在这里是吗？正是，我们是跟随太子殿下来到这里的。这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管家，叫李九。曾太，命衙役们搜查全院，找到这个李九。是。这一次你们来了多少人？50人。其他的人呢？只有我们2个跟随太子进城，其他的人都在城外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。上林村中的突勒人果然就是他们。你们到洛阳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跟随太子殿下，保护他的安全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你们2个为什么不跟随赫鲁和乌勒志离开洛阳啊？我们奉太子之命，在此守卫。押下去。是。走。快走。走。元芳啊，看起来赫鲁和乌勒志逃走之前就住在这里。铁勒与赫鲁是亲兄弟，定是他将房子让给赫鲁与乌勒志居住，自己住进善金局中。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呐。哦，大人的意思是，这里院落宽阔，房舍众多，就是再有10个人也住得下。铁勒有什么必要搬到善金局去住呢？再者，你想到过没有？铁勒是4品都尉，善金局的官员，有他住在这里，赫鲁和乌勒志岂不是更加安全？有道理。这里面恐怕是另有蹊跷啊！安师。是，找到了。这家伙藏在后院的水缸中，想趁乱逾墙逃走，被我等拿下。好，
做得好。你就是管家李九啊？是，小的是李九。你为什么要逃跑啊？刚刚小的见这么多官爷冲进来，吓懵了，这才要逃走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没做坏事，为什么要怕官差啊？我给你提个醒，曾经有几个秃勒人住在这里。再让我往下说，你的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小的实话实说，住在这儿的是秃勒太子贺鲁、将军乌勒志和2个护卫。我来问你，贺鲁住此期间，都有谁来这里见过他？有个穿黑斗篷的叫北山，他经常来这儿。你见过他的真面目吗？从来没有，他从来都是蒙着面来，蒙着面去，小的没见过他的脸。铁勒呢？来人，将此贼拖到门前斩首。是。饶命啊，大人！我说。拿回来！大人明察，此事与小人无关啊，都是贺鲁和乌勒志让我做的。说。是，这里本是善金局铁老爷的家，小的是这里的管事。但是2年前的一个夜里，家里人都睡了。谁呀？铁勒呢？在后院。从那天起，贺鲁和乌勒志将老爷拘禁在后堂地下的密室中，他们给了小的一些钱，替他们打点，只要他们来到洛阳，就会住在这儿。也就是说，铁勒还活着？是，就在后堂的密室中。他真的还活着？卑鄙小人，定是贪图钱财，才出卖了主人，做了贺鲁的爪牙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要想活命，就马上引我们到后堂，打开密室，放你的主人铁勒出来。是。大人，就是这儿。打开。是。看住他。是。在那儿。啊，他，你是铁勒？我是狄仁杰。过了，救我！好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放心吧。啊，来呀，在。将他抬到我的府中，请医生为他诊治。是。真想不到，结果竟会是这样。恩师，铁勒被关在密室中2年之久，那么替他在善金局当差的又是谁呢？问得好，这里边大有文章啊。大人，他是真铁勒，这一点应该错不了。此人与塔克长得非常相像，就连胡子都一模一样。不错，刚刚一见到他，卑职便险些脱口喊出来。看起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。
总裁啊，你立刻传李永之其岳氏到府。是。谢国老救命之恩。哦，铁大人。你身体虚弱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坐，坐。谢国老。带进来。是他，就是他！你把我丈夫逼到哪儿去了？你这个天杀的！你还我丈夫！还我丈夫！你还我丈夫！你认错人了，怎么没有认错，我没有认错，就是他！大人，他就是雇主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。走吧。国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雇主？是这样，在你被软禁期间，另外一个铁勒替你在善金局当差。此人不但提供马车送你的弟弟赫鲁逃出洛阳，还在2个月前将20多名银匠骗出城外，至今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。另外一个铁勒，铁大人的手似乎并未伤残。卑职的手？是哪个说卑职的手有伤残？将作大监沙尔汗，他说2年前你在一次饭住当中出了岔子，金水一出，将左手烫为伤残。沙尔汗这个奸贼！沙大人可是当今圣上的宠臣呐。国老，沙尔汗是个不折不扣的内奸呐，请您立即具折，向圣上揭露他与赫鲁的奸谋。有这等事？铁大人不要着急，将事情的原委慢慢道来。好，那是2年前，也就是我出事前的2个月。一天傍晚，卑职下职回家，在门口碰到了沙尔汗。铁兄，铁兄，沙大人，有何吩咐？铁兄，你我是兄弟，怎得如此客气啊？哎，铁兄啊，今日下职后，小弟意欲与铁兄一叙，不知意下如何？但凭沙大人吩咐。好，请啊。铁兄自脱了归巢，已有近30年了。是啊，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当年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转眼已经垂暮了。难道铁兄真想在洛阳终老一生？沙大人这话可让铁勒有些目测高深了。铁兄也许还不知道，而今托勒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你的弟弟赫鲁重掌夺路5部，凭实力也可与吉利可汗分庭抗礼。大人为什么说起这些？你说呢？卑职不懂。如果铁兄能够与令弟赫鲁重归于好，兄弟2人内外并举，何愁托勒不重回你们手中？大人，铁勒自归降天朝以来，忠心不二，绝无异心，再不敢其回归漠北之念。至于舍弟赫鲁，30年前铁勒便与之分道扬镳，经年之后，
怎能再有所寄托？大人之言，就当卑职没有听到，就此告辞了。经过那次事儿后，卑职在局内尽量躲避沙尔汗，避免尴尬。反倒是他泰然得很，而且再也没有提及此事。事情过了2个多月，一天深夜，我软弱的哥哥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赫鲁，是你？是我，没想到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当然是我告诉他的。你是谁？沙大人，是你？圣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为何要做这等悖逆之事？不错，圣上对我的确很好，可是我想要的，他却不能给我。赫鲁太子却可以帮助我。赫鲁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来讨债。30年前在鹰梭川，你出卖了我和父亲，向布真投降。现在偿还的时候到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要伤害你，而是给你一个还债的机会。怎么还？5年前父亲死在吉利可汗和狄仁杰手中，现在我要你帮我杀掉这2个仇人，重掌突勒大权。只要你做了可汗，战火就要重燃，百姓们又要遭殃。赫鲁，你放弃这种想法吧，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像父亲那样？想一想30年前那场惨祸吧，就是因为你们要和天朝开战，结果我们的部族险些灭种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叛徒，不许你提父亲的名字！你不帮我，我就宰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帮你。动手吧！事情就是这样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，狄仁杰。哦，国老啊，怎么要出城？当然不是。你不想活了？叫他打开城门。众军显神，请打逆贼！
爷说，一切小心。这样也无法。狄仁杰这么厉害，真了不起。拿下！走，走！太厉害了！二队把守四围。走路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哼！你早就知道我会去府中找你。大将军王孝杰在西市的三仙观找到了我留给钟氏的名帖，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。在搜查三仙观时，公主无意间说起她逃亡之时，曾看到2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在那里接头，其中一人称另一人为南山。联想到放在三仙观中的名帖，我立刻想到了你。全城戒严之后，你一定与南山取得了联系。他告诉你，圣上与我变异行事之权，只有挟持我为人质，才能够将你们安全送出城去。于是你便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故意留下名帖，引我前往三仙观，而你们则在南山的掩护下潜入我的府中，守株待兔。不错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立刻命令曾泰持我大令，调集南衙进军，而如燕则来到城门等待追回银马车的李元芳，让他暂且不要回府，在此埋伏。什么？你知道了银马车的秘密？当然。老实点，站好了，老实点。请大将军验看马车。张环在，带上10个人把马车抬起来。是，是。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李将军，抬不动啊！闪开，撤。果然是银马车。现在银马车应该已经回到了洛州刺史府。查尔汗，圣上待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竟然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，真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今事情败露，而已成过街之属，可笑你还不思悔过，竟然挟持宰相，意欲逃出城去，继续奸谋，真是不知天理昭彰。听我好言相劝，立刻将奸谋和盘托出，共除同党南山，或许尚可开脱一二，否则一旦天威降临，儿就是粉身碎骨。想从我的嘴里套出真情，你休想！晋敌大，沙尔汗今日落入你的手中，开刀便了。
你可真是嚣张啊！可能你没有想到，我命孝杰进宫请来了圣上，观看这场好戏。有话，你就和他老人家说吧。有请皇帝陛下。怀英，今夜的事情朕都看到了，你果然没有说错。沙尔汗，你这个逆贼，辜负了朕的信任所托，拿着朕对你的宠信当做阴谋的筹码，真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我来问你，朕对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为何要行此悖逆之事？陛下，就不必多问了，臣只求速死。你，来人，将此贼乱刀分尸，剁成肉泥。是。请陛下息怒。怀英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沙尔汗身上还隐藏着一些秘密，事关两国合议，能否待臣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置？也罢，你半月之内连破其案，劳苦功高，此事便由你来处置吧。臣遵旨。师傅，夫人，过来。你还好吧？这个人，他不是我丈夫沙尔汗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个人不是我的丈夫。狄仁杰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，就要到了！掰着手指都能算得出，你会比我死的惨10倍、100倍！哎！抓住他！站住！他死了。大人，他将毒药和纸条一起塞进了嘴里。洛阳东120里上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郭老，昨天夜里，我从您府中回到家里，这几日，你好像很忙啊。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我不是在做梦啊！当然不是。你没死。是的，
我没死。最近，你似乎和狄仁杰走得很近。狄公果然没有说错，你就是善君举血案的罪魁祸首。是的，他说的没错，但你做错了。你不该引他搜查后花园，更不该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他。你做错了事，要付出代价。你不是杀人犯。怎么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你不是我的丈夫。因为我的脖颈上没有那颗大黑痣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太可怕了，真是太可怕了！我的丈夫竟然被换掉了，我竟然和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。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又是人皮面具？大人，好，元芳，曾太，验尸的结果怎么样？让验尸官说吧。经检验，死者脸上肌肤骨骼均属真实，并没有人为改造之迹象。你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大人，想不到案子破了，事情却越发的扑朔迷离了。铁勒曾经说过，阴谋的核心是针对吉利可汗和我的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们刚刚破获的银车大案只不过是个序幕，真正的阴谋还没有开始啊！还没有开始？假扮沙尔汗的人是谁？真沙尔汗在哪里？他们又为什么要换掉沙尔汗？从假沙尔汗的口中抢下的纸片上，有几个字尚可辨认：洛阳东120里上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然而，这一切都随着假沙尔汗的死变成了谜团。但是，直觉告诉我们已经处身于一个巨大漩涡的中央。只要我们行差踏错，它便随时可以将我们吞噬，将我们撕成碎片。